来吧，我已经通知保卫科了。保卫科不过几个臭女人而已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 小娘们还挺厉害啊！看我今天不弄花你的脸！敢欺负我家反红豹！小蝶，小心调虎离山。手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赶紧报警吧。这是之前的东西。身高在170到175之间。 体重适中，领头的人是本地人，因为他有本地口音，其他几个没有说话。当时监控录像停了。他们应该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了，应该是提前来踩过点的。还有什么其他疑点吗？小偷会带钢管来行窃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们4个人的武器都是钢管，我觉得如果是要抢劫的话，砍刀和匕首不是更实用吗？所以你的推断是？没有。 我只是觉得奇怪。好，那先到此为止。如果抓到嫌犯的话，我们会通知你们前去指认。谢谢。小蝶，你刚才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看王子林那个样子，他像是被抢劫的人吗？哎呀，分明连中彩票的人都不可能像他那么开心。多亏呀，我花重金请了保镖。手没事吧？关小姐、崔小姐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，好吗？诸位看，就是这2位，我从烈火神盾请来的我的安全顾问，也就是我的保镖。幸亏有他们俩呀，要不然这会儿我就该跳楼了。2位安全顾问，请你们多透露一些案发当时的细节好吗？不好意思，媒体曝光会影响警方破案，也会对我们执行任务造成困扰，请你们见谅一下。专业，诸位看看，素质多么高，太专业了。王总，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哦，你放心。 保安我已经请来了，白天就交给他们。那你们抓紧时间休息吧。好。这位女士，你的手是不是受伤了？是昨晚与歹徒搏斗的时候受的伤吗？王总，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辛苦，那休息吧。啊。手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不用担心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真的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王子林这个人这么奇怪。 你就真的不想弄清楚真相吗？我们是安全顾问，又不是私家侦探。王子林借我们炒作也就算了，但如果他真的涉嫌诈骗的话，我们不就成帮凶了吗？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作为安全顾问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好我们的任务，其他的事情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有人跟我说过，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陷阱，但只有2种人。 发现陷阱，躲着走的人就是赢家；没发现陷阱就已经掉进去的人就是输家。我们明明知道前方就是陷阱了，只要我们躲着走，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。崔天琪，这些理论都是谁告诉你的？如果你先发现陷阱，那你告诉其他人这里有陷阱不就好了吗？
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人的能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的话，这个世界还有救吗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调查真相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。我忠于我的任务，所以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。那这样吧，分头行动。你去查昨天的几个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消除安全隐患应该是你范围之内的事情吧？这个可以。那你呢？我也去消除安全隐患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别乱来啊。放心吧，我姓刘树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等一会儿这电视新闻一播呀，观众会翻好几倍的来，啊！我提醒你们，只准看，不准动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哎，哎，请参观的观众进来吧。我已经开始行动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小迪，警察说监控显示疑犯是步行逃离这条街道的，说不定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。我先去附近几个停车点看看，也许能找到车牌。好主意。连接最近的监控摄像头。